前阵子3月2档高股息 ETF 募集所引起的风潮，再次点燃了大家对于投资的热情。其中一档代号00940的 ETF 更是创下了台湾 ETF 募集金额的纪录，达到了1752亿元。而台湾上市柜 ETF 受益总人数更是直逼1000万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讯小学堂，我是艾德温。财讯小学堂是分享趋势新知以及理财基础知识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同时，2024年也是财讯的50周年哦。无论您是加入频道会员，还是留言赞助，都能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。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投资 ETF 一定要知道的眉角。首先，当然要搞清楚 ETF 到底是什么，有哪些种类。接着，我们来解析一下最近很热的高股息 ETF 到底在夯什么啊？如果无脑跟风，又可能会面临什么风险呢？最后再分享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关键重点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所谓的 ETF 全名是 Exchange Traded Fund。如果我们把这3个字拆解来看， Exchange 是交换所， Trade 是买卖， Fund 则是基金。换句话说，ETF 其实是一种能在交易所买卖的基金。这样解释好像似懂非懂，那我们换个角度， ETF 的中文翻译是指数股票型基金，也就是说，它是一种能够像股票一样买卖交易的，追踪某个指数的基金。跟股票一样买卖很好懂，基金也很好理解，但追踪某个指数是什么意思呢？以前台湾的 ETF 种类比较少，但随着交易市场越来越热络，商品的种类也就跟着五花八门起来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根据 ETF 所追踪的指数或商品来进行简单的分类，像是追踪一篮子股票的股票型 ETF， 或是追踪债券的债券型 ETF， 追踪货币指数的货币型 ETF， 还有追踪原物料或其他商品的商品型 ETF 等等。刚刚说的这些追踪连结的商品都是以资产为主，而另外还有一种是连结报酬的 ETF， 像是杠杆型的 ETF 或是反向型的 ETF。 看到这边有没有眼花缭乱呢？不用担心，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就很好懂了。追踪一篮子股票的 ETF 就像是0050，它追踪的是台湾50指数，而这张指数则是网罗台湾市值前50大的公司。债券型 ETF 像是中信高评级公司债，它追踪的是彭博10年期以上高评级美元公司债指数，等于你买了它，就像是买了一篮子符合高评级的公司债券。而货币型 ETF 顾名思义，像是追踪美元、欧元、日元指数等等。至于原物料或是其他商品指数，则像是追踪贵金属啦、农产品啦、能源啦等等。这些连结资产型的 ETF 主要就是根据追踪的商品类型进行分类，只要先仔细了解它到底追踪的是什么，看是追踪股票还是债券，又或者是货币等等，就不会弄错它的本质了。至于连结报酬型的 ETF 呢，刚刚说的杠杆型 ETF 像是台湾50正2，正2就是放大2倍杠杆。假设台湾50上涨 2%， 那么原则上台湾50正2就要上涨 4%。而反向型 ETF 像是台湾50反1，就是倒过来的意思嘛。譬如台湾50上涨，那么它就会下跌。好的，我们了解了 ETF 的意思与大致上的分类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最近高股息 ETF 到底在夯什么呢？其实高股息 ETF 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商品哦，早在2007年，元大高股息 ETF 就已经挂牌了。它追踪的是台湾高股息指数，换句话说，它会依据历史经验或未来获利推估，挑选台湾具有高股息的50档公司。这些公司因为配发的股利相对优渥，因此就吸引想要稳定领取现金股利的投资人买进。那最近引起募集热潮的00940呢？它追踪的是台湾指数公司特选台湾价值高息指数，同样也是选出了50档具有高股息的公司，但跟0056每季配息1次的模式不同哦。00940主打的是每个月都配息，这就让喜欢每个月都有固定现金流的投资人争相申购。另外，台湾因为半导体产业而登上国际舞台，台股也在相关类股的带动下频频上涨。
这就让不少人选择解定存或是解储蓄险，转而投资具有更高收益的金融商品。不过话说回来高股息 ETF 真的可以无脑投资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要先厘清 ETF 配息的来源是什么。简单来讲，主要是有股利、资本利得和收益平准金这3个来源。而实际上，台湾大多数的公司都是1年配发一次股息为主，因此要把原本每年配发一次的股利分成4季或是12个月来配发，才能达到这种季配息或月配息的模式。同时，还会将投资人的本金拨一部分进入收益平准金，作为配息来源。所以高股息 ETF 最大的风险就是，万一股市情况不好，在股利与资本利得都不理想的状况下，配息的来源可能会来自收益平准金，也就是本金。那么你投资的资金其实只是从左口袋换到右口袋而已。事实上，任何金融商品都不能够无脑投资投资 ETF 的优点是能够一次买入一篮子的标的，达到分散风险的好处。同时，它的费用率比起主动型的基金还要低，而且持有的标的十分透明，以及很方便在金融市场买卖交易。但除此之外，投资 ETF 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首先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厘清它追踪的指数与筛选标的的方式。就算是名称同样都有高股息的 ETF， 有的是选出未来1年可能有高现金股息的公司，有的是筛选出过去3年平均高殖利率的公司，还有的是选出即将除息的高股息公司。因此，要下手买入前，真的要好好睁大眼睛看清楚再来第2点，除了保管费与管理费之外， ETF 还有隐形的内扣成本像是换股、申赎过程中衍生的手续费、证交税等费用。如果是周转率比较高的 ETF， 那么相对可能就会有比较高的内扣成本第3点，虽然高股息 ETF 这阵子很夯但也是有一些比较冷门的 ETF， 交易量相对要小很多，也容易产生买盘与卖盘的报价差距过大的问题，也就是俗称的滑价问题。另外还有像是折溢价、海外 ETF 没有涨跌幅限制等等状况，观众朋友在规划投资策略时也都要列入考量看完今天的节目，各位财团们对于 ETF 是否有更清楚的认识了呢？想知道更多的朋友可以点击资讯栏里面的文章连结，里头有财讯详细的报道。对于今天的影片，如果有任何的想法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财讯小学堂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